刺啦一声，警花的警服上衣被撕开了，银色的制式纽扣掉了一地，接着是警裤。萧平无助地用手挡住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。局长，求你不要，我有丈夫有孩子的。韩波不为所动，身体压了下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书茶馆。今天咱来聊点新鲜的在某个不起眼的小县城里，出了这么一档子事：公安局长霸占警花，老公讨公道，把局长送去踩缝纫机的故事。这可不是我瞎说是真人真事儿，您可得听仔细了。话说，在河南某县城的一隅，有一个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流涌动的县公安局。在这公安局里，有一位局长，名叫韩波。此人外表堂堂，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但背地里却是一肚子的花花肠子，整天琢磨着如何以权谋私，如何占尽天下美女。咱得说说这位韩局长，他对权力的欲望那是如狼似虎，一心想把公安局当成自家的后花园。在他眼里，那些年轻貌美的女警就像是花园里的花朵，任他采摘。而在这个公安局里，有一位女警名叫萧平，她可是警队里的一朵花。可惜就是这么个美人，却被局长韩波给盯上了。特别是在萧平出为人母之后，少女的清纯加上少妇风韵，就是这么个美人，令局长韩波日思夜想，就想着怎么把这朵花给采了。萧平呢，她也不是傻子，早就看出了韩波的狼子野心。可是她一个小小的女警，又能怎么办呢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那天，萧平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件资料，她专注得很，根本没注意到门外的动静。就在这时，韩波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，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萧平。哎呀，韩波这一看，心里就泛起了涟漪。这萧平真是越来越有女人味了，那模样让他心痒难耐。韩波心里琢磨着，这萧平要是能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，那该多好想着想着，他就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萧平身边，装作关心工作的样子，俯下身去看他手中的资料。哎呀，萧平你工作这么认真，可真是我们局里的楷模韩波皮笑肉不笑地说。萧平一听是局长的声音，赶紧站起来，有点紧张地说：“局长好，没什么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。”哎呀，别这么紧张嘛，咱们都是同志。韩波说着，就伸出了手，想要拍拍萧平的肩膀，表示亲昵。萧平一看这架势，心里顿时一紧，赶紧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韩波的手。她虽然是个女警，但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，韩波的那点小心思，她岂能看不出来？局长，如果您没什么吩咐的话，我就下班了，回家了。萧平找了个借口，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可韩波哪里肯放过他？他一把拉住了萧平的手腕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等一下，我还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和你说呢。”萧平心里一沉，知道今天这事儿恐怕不能善了。他挣扎着想要甩开韩波的手，但无奈力量悬殊，根本无法挣脱。刺啦一声，先是宽松的警服上衣被撕开了，制式纽扣掉了一地，接着是警裤。萧平无助地用手挡住自己身体的隐私部位。局长，求你不要，我有丈夫有孩子的。韩波不为所动，压了下去。很久，韩波满足地离开了。萧平无助地躺在沙发上，呆呆地看着地上的警服和墙上的警徽。他感觉自己脏了。萧平浑浑噩噩离开警局，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家的，疼痛、屈辱、恐惧、歉意。她不知道今后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丈夫和孩子。然而，这只是开始。从此以后，韩波就以各种工作理由对萧平安排值夜班、单独汇报工作和出差等等。为了工作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萧平也只能一次次地忍受韩波的受辱。风言风语最终还是在局里传了开来。
最终传到了萧平丈夫赵立军的耳里。说到这个赵立军啊，就是个有勇有谋的汉子。一开始也是不信的，他充分信任自己的爱妻，但就是这样，时间一长也是慢慢觉得妻子有异样。所以啊，就在有一次妻子幼时令时被通知要到局里值夜班时，赵立军跟踪了萧平，发现妻子没有去局里，而是和韩波去了一处私宅。2-3个小时后，他们2个人出来，韩波搂着妻子的腰，妻子脸上带着风雨之后的潮红。这下赵立军顿时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抓了个现行的赵立军冲了出来，一把扭住韩波，但他一个普通人怎么会是训练有素的韩波的对手？赵立军被摁在了地上，一把手枪枪口随即顶在的脑门上，再不知死活，崩了你！韩波恶狠狠地说。回到家后，妻子萧平坦白了一切。哎，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他是局长呢？我不想丢了工作，我们要养孩子的呀。萧平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哼，局长怎么了？局长就能为所欲为了吗？赵立军说着。你不要再去找他了，你找他能有什么用？只会让我们更遭罪。萧平赶紧拉住了丈夫。赵立军一听这话，顿时冷静了下来。他明白这事儿得从长计议，不能冲动行事。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为自己为妻子讨回公道。赵立军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。他知道这事儿不能硬来，得智取。于是他决定暗中搜集韩波的犯罪证据，一举将他扳倒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赵立军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整天埋头在电脑前，不知道在鼓捣些什么。萧平知道丈夫这是在为她出气，心里既是感动又是担忧。终于有一天，赵立军兴奋地跑到萧平面前，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。娟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赵立军将文件递给萧平。萧平疑惑地接过文件一看，顿时惊呆了。原来赵立军竟然搜集到了韩波多年来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的铁证。君子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萧平激动得语无伦次。哼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那老狐狸终于要露出狐狸尾巴了。赵立军冷哼道。然而啊，这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呢？当赵立军准备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的时候，却发现有人跟踪他，甚至还有人威胁他，想让他放弃揭露韩波。哼，想让我就此罢手？门儿都没有！赵立军那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非要跟着韩波斗到底不可。可这韩波哪是省油的灯啊？他早就闻到了风声。这天，赵立军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夜色朦胧，四周静悄悄的。突然，几个黑影从角落里窜了出来，拦住了赵立军的去路。你就是赵立军吧？一个领头模样的混混冷笑着说道。赵立军一看这架势，心里就明白了7、8分。他挺直腰板，瞪大眼睛，毫不畏惧地说道：是我，怎么了？嘿嘿，没什么，就是有人让我们给你带句话，识相点就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……混混头目冷笑着做了个割喉的手势。赵立军心里一紧，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大声说道：告诉你们的主子，我赵立军不是吓大的，想要东西门儿都没有。混混们一听这话，纷纷掏出家伙准备动手。赵立军虽然心里有些紧张，但他还是勇敢地迎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警灯闪烁，几辆警车呼啸而至。原来萧平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及时报了警。混混们一看警察来了，顿时作鸟兽散。赵立军看着落荒而逃的混混们，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然而他知道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，韩波这个老狐狸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但赵立军也下定了决心，
无论如何都要将韩波的罪行揭露出来，还社会一个公道。自从那次高潮对决之后，韩波这老狐狸是越发急躁了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，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暗中操控一切。而赵立军呢，手握铁证，胸有成竹，就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给韩波来个致命一击。终于，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赵立军带着那份厚厚的罪证，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。他心中默念：“韩波，你的末日到了。”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接过赵立军递来的文件，一看之下，不禁大惊失色。这份文件里详细记录了韩波多年来贪污受贿、滥用职权的种种罪行，证据确凿，无可辩驳。很快，检察院就展开了对韩波的调查。而韩波呢，自然是百般抵赖，但铁证如山，他哪里还有翻盘的机会？最终，在法律的严惩下，韩波这只老狐狸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。他被判处了长期监禁，余生都将在牢狱中度过。而赵立军和萧平呢，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这场斗争虽然艰难，但他们始终坚持正义，最终赢得了胜利。平儿，我们赢了！赵立军紧紧抱住萧平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我们赢了。”萧平含泪点头，他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丈夫的坚持和努力。从此，县公安局再也没有了韩波这个害虫，而赵立军和萧平也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整个事件的结果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